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最近给大家破解五角大楼里面发布的 UFO 档案，发现里面竟然提到5种以上的外星种族，他们的飞行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诡异的是，这些种族全部都是离聚吠陀、薄伽梵往事书、佛经、长阿含里面都提到过的。他们在上古恐龙和史前人类的时代就早早的来到地球，而我们人类和宇宙种族，他们都来自同一个血脉，名叫上古播种者。但是除了播种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外星人，他们就是上古收割者，非常恐怖。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五角大楼档案里面记载的诡异外星种族。今天讲的档案来自编号83849的档案，里面有10个 section， 在 section 15710里面都讲到了不同的外星种族，时间从1947年一直记载到1960年，而且档案里面记载了各种日期，非常诡异，非常巧合。尤其是第一个日期，就是1947年美国的飞碟元年，就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的那一年。在1947年7月8日，美国媒体开始报道罗斯威尔坠毁事件，而在同一天，美国 FBI 收到一份信件，作者叫做米德·莱恩，他是南加州大学和佛罗里达南方学院的一名著名的研究学者。1947年也是地球政治的一个冷战元年，美苏关系紧张，美国上空出现了一些飞行物，也有很多确实是从苏联飞过来的间谍气球。但米德·莱恩在信中就直接说，致美国军事和政府官员，你们看到的飞碟，他们不是间谍气球，我必须把这些事情和资料公开出来，不管你们信不信，因为这是我的公共责任。第一，这些飞碟有的是有驾驶员的，但是有一些是无人机，他们是被大型母舰远程控制的。第二，这些外星来访者，他们的外形都类似人类，但是体型要大得多。第三，他们不是灵魂，而是来自自己世界的生物，但是他们的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行星，而是一个以太行星。这个星球和我们的世界相互渗透，但是我们无法感知它们。来访者的身体和他们的 UFO 在进入我们地球这种物质世界时，会自动改变频率，然后就物质化的显现出来。而他们来的地方叫做 Loka 或者是 Tela， 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外星人全部像我们人类一样的生物，都长得差不多，而且已经掌握了多维宇宙穿越技能，通过改变自己的频率，从不同的世界穿越来到地球。而这些世界就叫做 Loka 或者是 Tela。 看到这里我一下就震惊了什么是 Loka， 什么是 Tela？ 这个是古印度书籍中的记载。在古印度往事书什么莲花往事书、摩诃婆罗多等等的都记载，这个银河系从上到下分为14个 Loka， 上面7个叫做天界 Loka， 是仙人、天人、梵天居住的，下面7个叫做下界 Tela Loka，而这里面居住的就是阿修罗、纳迦、龙族、蜥蜴人等等，他们是邪恶的。而这个 Tela Loka 他们的环境也是阴暗悲惨，蜥蜴人他们还会吃人，折磨人类。所以在各种古籍还有佛经中都说这个下界 Tela Loka 也被称作地狱。而这个巧合就出来了，在现在这个 UFO 圈里面，各种外星人的解密记载中也把外星人分成2类，一类是拯救人类的一族，就像释迦牟尼一样金发的或者是金皮肤的，出现的都发着光，然后给人类各种的指导。另外一类就是抓人类做实验的小灰人、蜥蜴人等等的光明黑暗两派，就是这么巧合。我最近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影片里讲的各种远古神族，比如长角的阿努纳奇、鸟人、蜥蜴人，还有金发的外星人等等，都在我要给你讲的这款游戏里。突袭暗影传说是全球下载超过1亿次的顶级策略游戏，制作团队真的有在深入研究上古神话，源源不断将史诗英雄和故事加入其中，这就是我最喜欢这款游戏的地方。现在就是新手加入突袭暗影传说的最佳时机，用我的链接和 QR Code 下载，可以马上免费获得传说英雄收割者杰克，达到15级，你还能再解锁旗帜领主阵营的史诗英雄游侠骑士，直接满配开局。不仅如此，大家还可以从5组兑换码中任选一个，再次解锁更厉害的传说英雄。我最喜欢羊角兽人 Big Dog， 这明明就是阿努纳奇或炎帝的形象，活生生的上古战神。更狠的是，他毁灭性的战斗输出，地下城 PVP BOSS 战用他当前锋，打什么都所向披靡。大家一定要使用尼克拉斯杨新西兰或智利留言的专属链接，或扫描画面上的 QR 码下载突袭 APP，48小时内领取才能解锁这些专属奖励。
我在游戏中的名字是尼克拉斯杨，加入我的工会优秀天才团，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传奇。感谢大家，大家可以先玩一下游戏，亲自感受一下远古外星人的史诗大战。我们接着讲档案中提到的外星人种族，一会儿大家就会发现1947年之后出现在地球的外星人，他们和古印度、佛经、圣经中讲到的什么天龙八部、天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的体型特别小，小的就和小孩一样。这个不是古经文记载错了，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我以前讲过一集在莲花往事书中记载，宇宙人种类有40万种，而且都是人类的形状。而在83894、570 section 里面记载了3次和人类小孩一样大的外星人遭遇，这3次外星人他们也是来自2个阵营。在 section 10中写到50年代，少数目击者报告说看到了从飞行物体上下来的船员，他们身高1.1米到1.2米，穿着看起来像太空服和头盔的装备。这个记载是一次远距离观察，具体长得什么样不清楚，只看到他们的身高。但是在 section 7中有一则 FBI 紧急电报，事情就变得开始诡异了。1957年7月8日，有一个叫做 Waters 的平民在夜间开车，突然哐的一声发生了车祸。 Waters 以为撞死了一头鹿，但是他下车一看，震惊了。他发现车的前面躺着一个全长大约53厘米的人形生物，而且长得非常像猴子，耳朵非常大。 Waters 就非常惊讶，赶紧打电话叫来了亚特兰大宪法报记者汤姆·麦克雷，说他不小心撞死了一个从飞碟中跑出来的未知生物。接着这个记者就马上来了，然后他跟 Waters 一起把尸体送去了解剖。然后记者汤姆就写道，这个外星人有着相当尖的脑袋、大耳朵，并且皮肤呈粉红色，从未见过猴子家族中有像这么一只完全没有毛发的动物，也没有注意到任何死去的动物在死后皮肤没有变得苍白。而兽医陈述说，该动物原本长着一条尾巴，但已经缺失。这次遭遇的小外星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着人类的血液，但死后全身不会变得苍白，而且全身没有毛，有一条尾巴，脑袋非常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贵州金字塔这一集讲过贵州那边曾经出现过奇怪的金字塔，而就在金字塔周围的彝族，自古就有很多传说，叫做搓太极，里面就记载了一种头非常尖的生物，他们都跟着一个眼睛快凸出来的领主在当地出现。在人类刚出现的时候遇到了大饥荒，他们还教给人类农业，而且当地人在每年扮演他们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他们的走路姿势要左右摇晃，好像一种灵长类动物走路一样。搓太极习俗还有一个为期10天的节日，叫做扫火星。这些搓太极扮演者会在晚上进入人类的村庄，还要进入农家待一段时间。当地人就说这些搓太极进入家里就代表着这一家人人丁兴旺。为什么尖头的搓太极进入农家就是说人丁兴旺？而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记载这种长头鹿的人类后代都是贵族？不管是非洲、中亚、古埃及还是南美洲，他们都是王族的代表，是不是他们就是尖头的外星人和人类的混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 UFO 目击就是说他们的个子太小了，不到1米左右，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人类这个可能是一个线索，需要我们继续破解。在 Section 5文件里面有一个标注的蓝色 Declassified， 这个就是比 FBI 更高级的解密文件，一般有这个蓝色标志都涉及到军方。这一份是1950年1月16日的电报，题目是空军参谋情报处接收的机密信息，这个是发送给华盛顿特区瓦什空军总部特别调查处处长。电报里面记载了一位堪萨斯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汽车经销商鲁迪·菲克，他在当地非常有名望。他就说当时他和几位工程师在一家福特代理商里面开会，其中有一名工程师叫做科尔特，他就说他在当地位于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边境的一个军方雷达站里面参与了一次外星飞船材料分析，而且他还猜测这个飞船是来自金星。1950年有2架飞碟坠毁在这个军方雷达站附近，一架损毁严重，另外一架几乎是完好无损。军方调查就发现这个飞船里面有一个直径大约188厘米的驾驶舱，非常小，还有一个大的圆环。驾驶舱是一种类似铝的金属制成，
但实际上是什么金属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找专业的企业工程师帮忙测试。于是他们就叫来了福特公司的人，而这个工程师就是科尔特。他说到，他拿到一个飞碟日历，里面有2片金属可以相互旋转，有28个刻度，可能是代表着28天。之后他还说，他看到每个飞碟机组都有2个人，其中一架坠毁的飞碟2具尸体已经被烧焦，无法辨认，但另外一艘飞船上的成员虽然已经死亡，但是却保存得非常完美。之后的话都是电文中的医学观察叙述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因为里面描述了他们这个外星人，他是有一种极度标准化的特征，所有人的各种特点都是一样的。说这4个外星人都是统一的3英尺身高，金发，没有胡须，而且他们的牙齿完全没有任何补牙或者是蛀牙的痕迹，非常完美。他们身上的衣服非常薄，好像是一种胶带缠绕的感觉，非常轻薄，并且里面还有各种的金属丝线。在飞船中还发现了一些像药片一样的东西，应该是食物。这次发现的外星人就是3英尺91厘米左右，而且这些小外星人不是像上次的猴子一样，或者是小灰人的那种，它是有金色头发的小外星人，高度都一样，牙齿完美，没有任何蛀牙。所以从这里面看，再结合我们以前讲的好几集五角大楼解密，就会发现这些小型 UFO 飞船很可能有一部分里面的驾驶员是一种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克隆人，而这种克隆人分成2派，一种是巨大头颅、灰色眼睛的小灰人一族，他们的背后大佬就是蜥蜴人；另外一类就是金发和人类小孩一样的，他们的背后势力应该就是北欧型的外星人一族。这些都是克隆人，体型非常小，但是背后的大佬他们的体型应该是非常巨大，高3到4米左右。如果他们一旦出现，一定是非常巨大的飞船，小飞船都装不下。但是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疑点，现在各种 UFO 目击都看不到各种的大型的宇宙战舰，都是些小的光点、小球，很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某种限制，让这些大佬们不能亲自驾驶大型飞船出现在地球上。而这个原因就在上一集我解密的档案里面提到了一个银河系宇宙联盟。宇宙联盟制定了规则，会监视地球，并且阻止邪恶的外星人干扰地球进化的进程。这个在上一集我没有仔细讲，而这一次正好是对上了这个线索，我就必须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注意这个宇宙联盟成立的时间点非常诡异，它影响了人类的进程。上一集是五角大楼449号档案，里面就有一个自称来自 Corin 岛的外星人，他联系了一个来自地球的少年，叫做 Bob， 之后就把他带到了停泊在地球轨道的巨型战舰。这个战舰里面就有一个 Corin 岛大师 Master， 他就讲解了宇宙联盟的存在。他说这个宇宙联盟并非自古就有，根据档案记载，这个庞大的宇宙联盟成立于地球大约1300年前后，它的诞生源于一次宇宙长老大师的全体会议。一开始有150个文明星球加入了这个共同体，但是随后这个扩张就非常快，到了今天，这个联盟被称作联合星系联盟 United Galaxy Alliance。 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有5000多个成员星球，而且在其他的星系里面还有好几百个。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导人类进化，第二就是阻止邪恶的外星人用人类做实验。联盟还成立了星际守卫巡逻队，他们拥有跨星的执法权，可以直接击落蜥蜴人的飞船，不用汇报。为了保护太阳系、保护地球，这个宇宙联盟就在所有的太阳系周围部署了全自动防御网络，叫做边界防御卫星。这些卫星上装了非常巨大的激光武器，任何邪恶了、充满敌意的外星种族舰队进入太阳系，这些防御卫星就能在微秒之内把整个宇宙舰队直接气化成宇宙微尘，非常强大。所以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解密档案泄露出来的 UFO 影片，都是些小型飞行器，一个飞船里面就坐1到2个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太阳系周围已经被星际联盟部署了防御卫星，其他邪恶的外星种族蜥蜴人，他们的舰队很难再次大规模的进入地球，还没进入太阳系就被灭掉了。所以他们只能派一些小的侦察飞船来地球绑架人类。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他们派出了侦察队也不是高大的原生外星人，而是一些1米左右的克隆人。而且这个大师提到一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这个宇宙联盟成立于地球时间大约是1334年前后，地球日历1334年前后，大家知道是什么时期吗？1334年是欧洲的中世纪晚期，英法开始了100年战争，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快速扩张，而在中国那就是元朝。当时全国各地出现了饥荒和战乱，所以整个地球都处于一种世界大战的动荡前夜。而就在1334年之后的不久，1346年，地球就出现了黑死病，一下死了几亿人，整个人类命运突然滑向崩溃的边缘。而关于这个黑死病出现的时间点，它里面出现的各种的记载非常诡异，和外星人有关。现在 UFO 圈有一个理论，就说这个黑死病根本不是鼠疫，因为老鼠和人类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几百万年都一直在。所以在14世纪的时候，如果出现过鼠疫，人类应该知道这个鼠疫是什么病，有什么症状。但是根据欧洲的各种记载，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黑死病到底是什么病。这个黑死病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点，就是它发作的速度非常快，瞬间欧洲1/3的人口都没了，过了几年整个世界就死了大约2亿人。现代研究认为黑死病是从蒙古传过来的鼠疫，但是根据当时和但丁一起并列为佛罗伦萨3杰之一的乔万尼·博加丘，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十日谈》，里面就记载了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的状况。非常奇怪，原话是这么写的：它的发展并不像在东方发生的那样，在东方任何人只要流鼻血就得到了必然死亡的确切信号，但是在这种疾病发作之初，无论男女，他们的腹股沟和腋窝都会出现一种肿块，其中一些长得像普通的苹果那么大，另外一些就像鸡蛋那么大。有些人长得多，有些人长得少，老百姓把它们叫做 Gava Sioli。 我可以说这种瘟疫的传染性极强，以至于属于感染者或者死者的物品一旦接触到不属于人类的动物，该动物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有2头猪凭本能走到了死于瘟疫穷人的破衣服眼前，先是用鼻子，然后用牙齿叼起它们。没过多久，他们就像吃下了某种毒药一样倒在地上，死在他们刚刚脱拽过的破烂衣服之上。大家看，从这里面记载，这个欧洲的黑死病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快、非常强的病毒，立刻就可以让人类甚至是牲畜死亡。在当时的苏格兰记载，患病的人会立即死亡，最晚是2天之内，最快就几个小时。疾病每经过一个地方，整片土地只有1/10的人类能活下来。这个是乔万尼·博加丘的记载。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念几段记载，就变得更加玄幻了。因为这些关于黑死病的记载里面，目击者在黑死病出现之前，并没有看到大量的老鼠出现在欧洲城市或者是乡村，反而看到了好像外星人一样的存在，就是浓厚的黑雾和身穿黑色衣服的黑衣人。1348年，埃斯特编年史中是这么写的：在契丹与波斯之间降下一场巨大的火雨，火像雪片一样飘落，烧毁了山川、平原和大地，连同其上的男人和女人。随后升起大团大团的烟雾，凡是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半天之内便死去。同样的，任何看到那些曾经见过此景的男女也会死去。这里说了，先有火雨，之后就有烟雾出现，之后人类就快速死亡，而且只要看到死亡的人，其他的人类也会迅速死亡。1348年，有个叫做弗兰德教士的书信转述了阿维尼翁教廷友人的来信，详细描写了东方的事情。在东方大印度附近的某个省份，连续3天有可怕而前所未见的异象席卷全境。第一天，天降青蛙、蛇、蜥蜴、蝎子以及种种毒物之雨。第2天，雷声大作，闪电与成片的火幕落向大地，夹带着大量惊人的冰雹，几乎将所有人无论尊卑尽数击杀。第3天，天降火与恶臭的烟雾，杀光了残存的人与牲畜，烧毁了那一带所有城镇村庄。这里面也提到了天降火与恶臭的烟雾。接着1348年，巴黎大学医学院毒物化毒语通告里面记载，我们认为在接下来10天之内，直到下月17日，
这团雾将转化为一场恶臭而致命的毒雨，借此空气将大大净化。一旦这些雨以雷声或冰雹预告自身，你们每个人都应防护好，不要吸入空气。在雨前雨后都要点燃葡萄藤木、月桂等绿木的大火。19世纪的德国医学史学者医生斯图斯·赫尔克在1832年写了一本关于黑死病的著作，叫做《14世纪的黑死病》。他的记载是这么写的：德意志的记载明确说道，一团浓厚恶臭的雾自东方推进而来，弥漫了整个意大利。如此明显的现象绝不可能是看错。当时人们把自然现象都看成神迹，于是传言说，一颗坠落于遥远东方大地的火流星摧毁了方圆100多里格之内的一切，并把毒气散播到极远的地方。大自然不再满足于生与死的寻常更替，那毁灭的天使向人与兽挥舞起它燃烧的火箭。当时欧洲黑死病的记载，除了这些黑雾，还有很多黑衣人出现。有关这些黑死病汇编中记载，在德国勃兰登堡就出现了一群恐怖的人，起初是15个，后来又变成12个了。为首的几个，他们的屁股上还长了很多小小的头颅，其他的人都是面部可憎，手持镰刀，然后在这个农田里挥割着叶脉，发出嗖嗖的声音，非常恐怖。在匈牙利山区的一个叫做舒雷斯山里面，当地农民就看到有大批的黑衣骑手出现在山上，当时人们以为是突厥人在搞秘密的袭击，可是这些黑衣的骑手一下就迅速消失了。紧接着附近的一带的山区就爆发了黑死病。其实这种黑死病在古代西藏也有记载，就叫做鲁病啊，这个鲁就是龙啊，黑死病就是龙病，蜥蜴的病毒。我们再看回五角大楼的文件，星际联盟是在1334年成立，之后就过了几十年，地球就发生了黑死病，所以我们就可以推理出黑死病是邪恶的蜥蜴人对地球的散布的毒物，他们就要收割这个人类，防止人类过度增长。而蜥蜴人他们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星际联盟的敌人，这样推理的话，他们之间星际联盟和蜥蜴人他们必将发生一场大战。那这个大战有没有发生过？发生过，一切都是这么巧合。在黑死病爆发200年后，1561年4月14日凌晨，德国纽伦堡市就出现了神秘目击现象。这个记录记载在当时的汉斯格拉泽大报上，文章是这么写的：1561年4月14日清晨，天刚破晓，在早上4点5点之间，德国纽伦堡的天空出现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那一天，不只是城里的人看到了它，城外村中许多男人和女人也都亲眼目睹了这场发生在太阳附近的奇景。一开始，人们看见在太阳的中央出现了2道血红色的半圆形弧光，它们的形状就像下弦叶一样，悬挂在日轮之中。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圆形的球体，它们的颜色有些暗淡，有些地方又像黑色的铁。随后，在太阳的两边又出现大量血红色的球体，它们数量众多，有的3个排成一列，有的4个组成方阵，也有一些单独的漂浮在空中。这些球体之间，人们还看到几个血红色的十字，十字之间又出现一条条血红色的长带，其中还有2根巨大的长杆，一根在左边，一根在右边。这些大大的长杆内部又出现了3个、4个，甚至更多的球体。然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这些天上的球体仿佛突然活了过来，开始彼此争斗。最初位于太阳之中的那些球体飞向了太阳两侧的球体，随后原本站在太阳外部的那些球体也从大大小小的长杆之中飞出，冲进太阳。这些圆球在天空中来回飞行，彼此冲撞，激烈交战。这场空中的战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在太阳内外冲突达到最猛烈的时候，这些球体似乎终于筋疲力尽，它们像燃烧的物体一样从太阳附近坠落到大地之上。落地之后，它们在地面上化为灰烬，并升起了巨大的浓烟。在这一切结束之后，人们又看见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黑色长矛一样的东西，它非常长也非常粗，长矛的柄指向东方，矛尖则指向西方。这些征兆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虽然我们已经接连不断地在天空中看见各种异象，而这异象正是
全能上帝赐下的警告，是为了让我们悔改。但可惜的是，我们仍然如此忘恩负义。我们轻视这些来自天上的伟大征兆和神迹，甚至有人嘲笑他们，把他们当成无意义的东西，随风抛弃。正因为我们的不知感恩，上帝才可能降下可怕的惩罚。然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绝不会轻易抛弃这些征兆，他们会把这些异象铭记在心，把它们当作天上仁慈之父的警告。愿上帝赐予我们帮助。阿们。纽伦堡文字画匠汉斯·格拉泽记。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里面的十字形 UFO， 就是五角大楼里档案出现的尼比鲁 UFO， 还有雪茄形 UFO 啊，这个长长的杆，很多 UFO 观测都看到过。十字形 UFO 就是天人的飞船，雪茄 UFO 就是蜥蜴人的飞船，他们在地球中发生了星际战斗，最后蜥蜴人被宇宙联盟打败，完全撤离了地球。好了，看到这里啊，好像所有的线索都连接在一起啊，从古印度往事书到中世纪，到1947年，再到现在的五角大楼档案，里面所有的故事，如果你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古人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切怎么好像都是真的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订阅，支持我破解宇宙联盟和蜥蜴人的秘密。还有很多线索我都没来得及讲，之后都会放到会员节目里面。想了解古代外星人大战的，可以和我一起玩一下突袭暗影传说，链接就在置顶留言或者扫描二维码。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